嗨，大家好，我是理科男士 Kenny。最近，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 BIS 宣布，对设计3纳米 GA 所必须的 EDA、ECDA 软件、金刚石和氧化镓为代表的超宽近代半导体材料，以及燃气涡轮发动机使用的压力增益燃烧 PGC 实施对华出口管制，并在8月15日正式生效。当然，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自然就是被称为芯片设计基石的 EDA 工具了。EDA 工具，我在3年之前还在车上给大家做科普的时候就介绍过。美国是可以通过限制给华为这个 EDA 工具来达到这个围堵华为的一个目的的。当时就指出 EDA 工具很可能成为美国下一步限制中国芯片行业发展的一大手段。不过当时的特朗普政府却并没有采用，也许他们当时并没有关注到我的视频，又或者他们根本就认为仅仅通过谷歌、ARM、ASML 等公司对中国企业的限制就足以将中国芯片行业的发展扼杀在摇篮里。不过却事与愿违，美国的制裁反而倒逼中国芯片产业加速迭代和自闭，由上层建筑牵头全面布局，进而再全面破局。特别是近期爆出中国大陆芯片龙头企业中芯国际，早在去年就已经量产7纳米芯片，这是在限制 EUV 光刻机出口的情况下完成的。而中国在28纳米及以上成熟制程也基本做到了国产化替代，这就涵盖了军工级、车规级、工业级和部分消费级的绝大部分应用场景。于是今年美国再次升级，不仅推出了2022年芯片和科技法案，还在最近的出口限制中对芯片设计工具 EDA 出手了。这个制裁整整迟到了3年。那么中国现在的国产 EDA 发展到了什么阶段，水平又是如何？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EDA 的英文名称叫做 Electronics Design Automation， 即电子设计自动化，涵盖了芯片的 IC 设计、布线、验证和仿真等所有流程，也被称为芯片之母。我此前将芯片制造的过程比喻成盖房子，台积电或者中芯国际这种 foundry 就是包工队，按照设计好的图纸将房屋一砖一瓦的盖好，而专门从事芯片设计的 fabless 就需要将设计图纸中的各种细节巨细靡遗的绘制出来，而 EDA 工具就是它所用到的那根笔。不过这根笔可不是普普通通的笔，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动画片叫做《神笔马良》，马良从神仙那里获得了一根神笔，可使荒漠变绿洲，化腐朽为神奇。这部动画片诞生自1955年，成为中国几代人共同的记忆。而在芯片设计中所采用的 EDA 工具，就犹如马良手中的那根神笔，可以精确完成复杂的 IC 多层设计以及布线，还能将其跃然纸上，非常方便进行芯片验证和仿真测试。这可不是普普通通的画笔能够完成的。神笔和画笔的区别还直接体现在芯片设计的质量和成本上。由于流片成本巨大，有业内人士估算，要设置一款5纳米芯片，使用全球顶尖的 EDA 软件，成本大致可以控制在4000万美元左右。而如果没有 EDA 的支持，你要设计一款5纳米芯片，所需消耗的全部成本将高达77亿美元，接近200倍。这是任何一家芯片设计公司都无法承受的。可见神笔 EDA 工具是多么重要。EDA 工具主要有2个方向，芯片 IC 设计和电路板 PCB 设计。当今世界3大 EDA 巨头清一色诞生自美国，分别是 Synopsys 中文翻译成新思科技、Cadence 凯登电子以及 Mentor Graphics 明岛国际。明岛在2016年被德国西门子收购，并在2021年更名为西门子 EDA。这3家公司牢牢占据了全球 EDA 市场 70% 的份额。在美国出手限制华为之前的2018年，如图可见， Synopsys 占据 32.1% 的市场， Cadence 次之为 22%，明岛第3为 10%。 这是芯片设计各个环节中3家公司所擅长的领域。 Synopsys 一直致力于复杂芯片 SoC 的开发，其逻辑综合 DC 和时序分析 PD 堪称神器，远强于另外2家，占有绝对统治地位，名副其实的全球 EDA 老大。我当年的研究生室友学的是微电子专业，毕业后就去了这家公司。 Cadence 也具备了 IC 设计的一套完整流程，可为客户提供 EDA 软件的全家桶服务，并且还与三星进行过深度合作，其营收和净利润表现并没有落后 Synopsys 很多，而其在模拟电路、数模混合，尤其是后端设计的表现也很强。Mentor 明岛相对于前2家来说存在感并不太高，优势也就是后端布局布线环节强一些，另外在 PCB 设计上也颇有建树。在我上学的时候，偏硬件方向的同学进行 PCB 设计时，所使用的工具通常就2种， Protel 和 PAS， 而 PAS 正是出自明岛之手。这3家公司均诞生自上世纪80年代，建立了较高的生态壁垒，连苹果、高通等芯片设计巨头也绕不开。
积累雄厚，基本覆盖了芯片设计的各个环节，尤其前两家还能提供全产业链覆盖的一条龙服务。不过，很多人想必也注意到了，这次美国在 EDA 领域发起的对华出口管制，主要针对的是3纳米及以下更先进的工艺，而5纳米及以上则并未涉及。换句话说，一家中国芯片设计公司如果在设计一款5纳米的芯片，仍然可以使用3巨头提供的 EDA 工具，而当前国内芯片设计公司已经开启3纳米设计研发的非常之少，所以短期来看影响有限。那么美国这种挤牙膏式的限制，从某种角度讲，就间接为中国的国产化替代争取了时间。难道是美国人出于善意的网开一面吗？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我们稍后揭晓。我们先来看一下国内的国产 EDA 软件都有哪些公司，他们的水平进展到了什么程度。3巨头之后， EDA 软件的第二梯队以 Ansys、Silicon、Aldec 和华大9天为代表，前3个又都是美国企业。中国的华大9天跻身其中。华大9天虽然成立于2009年，但其创始成员曾经参与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第一款 EDA 软件熊猫 IC-CAD 的研发工作。中国之所以如此之早自研 EDA 软件，还要拜当年美国主导的八统对中国的禁运管制所赐。八统即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简称，是冷战期间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禁运和贸易限制的多国组织。熊猫 IC-CAD 的应运而生，实现了国产 EDA 从0到1的突破。不过随着国外禁运的解除，世界 EDA 企业纷纷涌入中国市场，初创的熊猫完全不是国外巨头的对手，随后便被扼杀在萌芽期，使得很长一段时间国产 EDA 都没有什么进展。直到美国无理由打压华为，掀起了新一轮芯片战，国产 EDA 才重新得到重视。从2018年开始，以华大9天为代表的国产 EDA 迎来了高速发展期。这是去年 EDA 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华大9天已经超过 Ansys 和 Keysight， 市占率达 5.9%， 排名第4，仅次于3巨头，并成为国产 EDA 的领军企业。就在上个月7月29日，华大9天正式登陆创业板，发行价格为 32.69 元，今天的价格收盘在了122元。而根据华大9天的招股说明书中所示，其数字电路设计 EDA 产品绝大多数可支持5纳米工艺。刚才留下那个问题的答案你就呼之欲出了。美国限制出口中国公司3纳米及以下制成 EDA 工具，而并不涉及5纳米及以上，可并不是什么网开一面，而是因为中国的 EDA 企业已经做到了部分5纳米的国产替代。不限制5纳米，只不过是想通过3巨头的资源和市场优势挤压国内 EDA 的生存空间，其用心不可谓不笃也。美国会在其领先的领域大力鼓吹所谓自由市场的价值，而一旦它落后了，自由市场将不复存在，剩下的就只有抹黑、限制和制裁而已。除了华大9天之外，中国还有多家 EDA 公司跻身第3梯队，比如盖伦电子、广力微、星河半导体和思尔芯等等。不过中国的这几家头部企业尚没有任何一家可以像3巨头那样实现全产业链覆盖。国产龙头华大9天目前的覆盖率约为 40%， 而其他厂商则多以点工具为主。这里涉及到芯片设计的2个领域，模拟和数字。我记得当年去华为百草园大队培训的时候，很多同批次入职华为海思的人，一部分去了模拟芯片设计部门，另一部分去了数字部门。模拟芯片就是利用电容、电阻、晶体管等设计的集成电路来处理模拟信号，应用场景主要有放大器、锁相环、电源管理芯片等等。数字芯片则是将元器件和连线集成于同一半导体芯片上，用来处理各种数字信号，上面会有大量的逻辑运算，比如 CPU、DSP 等都属于数字芯片。简单来说，模拟偏深度，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经验；数字偏广度，无需抠细节，但要深究架构。EDA 的工具链大约有40个细分领域，国内的 EDA 厂商基本解决了模拟芯片的全套设计流程，但数字芯片的设计工具更难更复杂，整个环节涉及100多个点工具，这部分国产 EDA 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接下来怎么做？很多人第一感觉就是国家要大力扶持，给资源给钱。政策扶持当然是要做的，但如果不多加统筹引导和管制，就还是会出现如武汉红星一样的芯片骗补现象。国产 EDA 尽管出现了若干头部企业，但依然未能实现全产业链覆盖，部分局部甚至还出现了乱战局面。EDA 工具种类繁多，分工细，跨领域间的技术壁垒也很高。回溯美国头部企业的发展历程，3巨头均是通过在某一方面做大做强后，逐步并购竞争对手，而最终实现的全产变现。因此，国家在提供政策和资金方面支持的同时，也要把国内 EDA 厂商引导至正确的方向，
防止扎堆而造成资金和人才的浪费。切忌盲目迷信自由市场经济，让他们在 EDA 市场中优胜劣汰。芯片战攸关国家前途，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其目的绝非利润，而是要取胜。国家虽然投入大量金钱，但如果过度放任而不多加监管，之前发生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多名高管相继落马，斯尔辛 IPO 被撤回的现象就还会上演。因此，国家需要有顶层设计来驱动国内 EDA 企业在工具链细分领域充分布局，在拥有一定市场份额后再进行合并，将人才和资金进一步集中，真正打造出可以与 EDA 三巨头并肩的全产业链国产 EDA 龙头，才能最终实现芯片国产化全面替代的总目标。光刻机、芯片架构、EDA 软件，我将其称为半导体产业里3块最难啃的骨头。攻克了它们，中国高科技产业升级的最终目标才有望早日实现。最后，无论你身处何种行业，愿诸君共同努力，以振兴中华之心，行产业报国之举。我们下期视频见。